全国的小伙伴们，马年大吉！这里是春晚特别直播，随机上门拜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秦小璐。那么现在开始抽奖。秦小璐紧张但十分兴奋，祈祷千万要抽到一个正常家庭啊！因为上次抽到养猪场大叔现场杀年猪的阴影还在。秦小璐看着卡片，略显迷茫。哇，恭喜这位石湾区的顾星河先生！我们现在立刻出发，给他一个惊喜。这导航没出错吧？怎么感觉开进了某个废弃片场？秦小璐看着门，嘴角微微抽搐。大过年的，走进这种气氛的院子，是想办年货还是办案？秦小璐深吸一口气，强行挤出职业微笑。看来我们的顾星河先生非常随和。家门常打开，让我们进去一探究竟。屏幕下方弹出小贴士，直播弹幕刷屏。主播保重。我已经开始录屏了。这背景“普通”二字显得如此不普通。前方高能预警。朋友们，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不进去看看是不行了。让我们看看顾先生到底在不在家。秦小璐和摄影师蹑手蹑脚地走进院子，楼里好像没人啊，黑灯瞎火的。不过仓库那边有光。完蛋，这剧情走向怎么越来越像恐怖片了？现在喊救命还来得及吗？秦小璐做了个前进的手势，悄悄摸向仓库大门。仓库内部空间极大，地上堆满了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机械装置。直播弹幕适时刷屏。这下人过年不贴福字，贴电路板。确认过眼神，是我看不懂的装修风格。变形金刚中国分钢现场。主播快跑，我感觉这些东西下一秒就要组装起来了。秦小璐眼睛瞪得溜圆，说话的语气充满不确定。我的天，顾先生他是个机械爱好者。这哪是爱好者，这简直是废土世界的军火商吧。仓库最中央有一张宽大的工作台，一个精致的量子星舰模型矗立在那里。秦小璐瞬间被吸引，快步走上前。哇塞，这个模型也太帅了吧！这东西看起来好贵的样子，跟他社保欠费的人设严重不符啊。直播间弹幕也热闹起来。哇塞，这质感！主播手别抖，让我仔细看看。这真的是模型吗？我怎么感觉他在呼吸？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直播间在线人数疯狂飙升。这也太精致了吧！顾先生难道是个超级模型大神？这图这应力分析结构怎么跟我们实验室的机密项目有点像？小王迅速低头核对模型，反复观察，表情从困惑到震惊。小璐姐，这好像根本不是什么模型啊！啊，不是模型是什么？高级手办？小王激动地指着图纸上的一个复杂部件。你看这个，这结构，这能量回路设计，这 TM 是超导推进单元的实战图纸啊！直播间弹幕疯狂刷屏。等等，那个公式我也花了吗？兄弟们，上硬核公式了，这玩意儿造出来真能烧钱。字面意思。导师，快来看神仙，这能量利用率计算方式跟我们课本不一样啊！秦小璐完全在状态外。推进单元很厉害吗？我只是个主持人啊，为什么要让我面对这个？我现在该做什么表情？直播间在线人数的数字像火箭一样疯狂飙升，直接冲破历史记录。直播间标题也被火速更改。青州航天研究院某家班会议室。大过年的啃冷饺子，造火箭不如回家种地。换个台，看看民间有啥乐子。电视画面一闪，直接切到了秦小璐的直播间。这啥？春晚改科教频道了？这图画的比我导师的草书还抽象。吵什么呢？这画的什么玩意儿？
鬼画符一样，线条歪歪扭扭，标注也乱。但他一边骂一边专心观察，表情从嫌弃变成疑惑，再变成凝重。这个参数，这个约束条件等等，这个思路不可能啊！都愣着干什么？谁把所里那台宝贝模拟机给我开起来？快，立刻，马上！输入它左上角那组流体力学公式，快啊！超级计算机模拟界面启动，10%、50%、90%。张老，这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吧？我学了假的物理。车，给老子备车，立刻去10弯，快！首都大夏航天总局。老李，你看这个能量约束场的构想。李乾坤扶住差点晕倒的同事，激动得满脸通红。别说了，这简直是把我们未来20年的研究方向全给画出来了。我们还在纠结第一步，人家已经把终点线涂成彩虹色。快接我孙女小璐。爷爷，我这儿直播呢，出了点怪事。小璐，听着，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立刻找到那个叫顾星河的年轻人，把他给我按住，稳住他。按住。爷爷，你要干嘛？跟他贴脸开大，对，就是游戏里那个意思。直接告诉他，大夏航天总局给他开最高等级技术待遇，首席科学家头衔，独立实验室，经费上不封顶，听见没有？必须把他拿下。秦小璐拿着手机，表情呆滞，弹幕刷新。卧槽，总局下场抢人了！贴脸太大可还行？院长爷爷霸气。秦小璐看了弹幕，愣愣的回应：哦，知道了，爷爷。李乾坤刚挂断孙女的电话，另一个视频通话请求立刻弹了出来。李乾坤眉头一皱，但还是接通了。李乾坤，你个老小子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告诉你，这人是我们青州院先发现的，他就在我们辖区，你少打主意。哼，老张头，你讲点道理。天才属于全国，属于全人类。你们青州院那点家底，撑得起他的项目吗？来我们总局才是对他负责。放屁！老子就是绑也把他绑到青州院来，我车都快到了。你敢，我这就给你设卡。你飞都飞不过去。两个国家级航天泰斗隔着屏幕吵得面红耳赤，直播弹幕彻底疯狂。哈哈哈哈！航天版抢亲现场，打起来，打起来！国家级人才争夺战。顾星河，我好像还没同意。两位院士冷静啊！你们的科学家人设崩了。仓库内部，秦小璐刚挂掉爷爷的电话，还处于蒙圈状态。最高待遇，首席科学家。我这到底是拜年还是来替国家挖人的啊？直播弹幕刷屏。自动门，这仓库是套娃娃。里面还有。透过打开的门缝向里看去，成排的机械臂整齐悬挂，巨大的智能控制台上，无数指示灯如呼吸般明灭。全息投影界面悬浮在半空，充满了重工业与尖端科技结合的硬核美感。直播弹幕刷屏。卧槽，工业风科幻乐园，这真的是个人仓库，不是某个秘密基地。我在地下室造星舰现实版。摄像头给我进去啊！我要看全景。秦小璐按捺不住好奇，想凑近门缝看得更清楚时，院外传来尖锐的刹车声。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国良院士冲到众人面前：“站住！都给我停下，别动！”张国良头发凌乱，额头冒汗，指着门后的设备：“你们知道这里面都是什么吗？就敢乱拍乱碰那些装置，你们连保险开关在哪儿都找不到，万一踩到哪个应力感应区，或者触发哪个自检程序，咱们大家今天都得变成人肉烟花上天。”张院士，我们就拍个远景。远景也不行，涉及国家安全，不涉及人类安全。镜头就在门口，不许再进一步。
直播弹幕刷屏。看不到，我好急。张院士，物理防窥。完了，我更想看了。这比直接给我看还折磨人。所以里面到底有啥啊？张国良院士死死拦在仓库侧门前，与秦小璐和摄影师僵持不下。他一脸严肃，寸步不让，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这里面的东西不是你们能碰的。又怎么了？屋顶开了。这仓库是变形金刚吗？我就知道这院子是个航母级盲盒。无人机，快放无人机！我操，钢铁莲花！这特效，这质感，春晚直播秒变科幻大片。合着人家院子地下藏的是这个？顾星河，你管这叫社保欠费？蓝星自传推理最强时间段倒计时59分59秒。自转推理窗口，他算到了这个，他真的要在这里直接发射。疯了，这小子是个天才，但也是个疯子，在居民区发射星际飞船。直播弹幕刷屏。1小时，1个小时后就要发射。我现在买站票还来得及吗？全国观众见证历史。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春晚，整个直播间的气氛被推向了顶点。钢铁莲花平台中央，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轰鸣和地面轻微的震动，冷静的电子女声响起。神龙先驱者1号量子星舰出舱进行中。无人机对准平台中心，只见一个星舰头部正从平台下方极其缓慢且稳定的上升。无人机镜头拉远，将星舰头部与周围进行对比，直观地展现出其惊人的体积。直播间弹幕短暂停滞，然后爆炸。我的眼睛没出问题吧？这尺寸是认真的吗？说好的模型呢？这他妈是真家伙啊！一位航天总局助理声音激动地切入直播频道。观众朋友们，我们根据目前露出的舰首锥度与直径进行初步比例推算，这艘神龙先驱者1号量子星舰，其总高度预计至少达到400至500米。500米，比很多山还高。在自家院子造这个，我现在相信他是社保欠费了，钱都花这上面了吧？贵了，真的贵了。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当前出舱进度6%。此刻，无数人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屏息凝神。所有人内心只有一句话：这玩意儿真要飞吗？背景的倒计时数字无声地跳动着。警告：量子星舰发射倒计时即将启动。重复，发射倒计时即将启动。全局倒计时10、9、8、7。星舰主控舱内部，顾星河正从一张简易的休息椅上坐起身，自言自语：“时间刚好，春晚直播应该结束了吧？正好清静。”老伙计，靠你了，别让我变成肉饼！直播弹幕刷屏。主角终于露面了，这么淡定的吗？智能是鸭，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大佬，你还缺挂件吗？倒计时进入最后时刻，3、2、1，点火。我以为我在看科幻电影。爷爷，你让我按住的到底是个什么神仙啊？星舰拖着绚丽的等离子尾焰，稳定上升，壮美而宁静。直播间弹幕刷屏，成功了，就这么飞起来了，美得像假的。突然，星舰底部再次爆发出更加强烈的光芒，24点火，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仿佛天地都被锤了一下。一道肉眼可见的环形冲击波以星舰为中心，向四周急速扩散。
臭小子，二次点火也不预告一声，我的老腰啊！这推力太疯狂了。苏城居民区，轰鸣声不绝于耳。老婆，快出来看上帝！这春晚节目效果也太顶了吧！航天总局指挥中心的红灯闪烁，李乾坤不得不对着话筒大喊：启动所有备用雷达，调用遥感卫星，给我锁定它。一名年轻技术员猛地站起，报告，初步计算显示，目标初段加速度和实时推力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所有理论的数值上限。成了，真的成了，这才叫马到成功啊！马年，这就叫马到成功。星舰已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拖着尾焰持续爬升，无数手机屏幕被点亮，手指疯狂滑动，点击上传。我家楼顶看见巨大飞船升空，青州居民实拍量子星舰，春晚科幻片，顾星河是谁？苏城玻璃震碎，视频封面五花八门，有颤抖的镜头拍下的震撼升空画面，有被震得嗡嗡响的窗户特写，甚至还有大妈在阳台边晾衣服边拍飞船的魔幻场景。短视频评论更是五花八门，卧槽！原来不止我一个人看到了，这特效的花多少钱？楼上醒醒，这是直播。一个顶着资深 CG 艺术家 ID 的头像出现，发出气泡对话框：假的，全是特效，光晕细节不对，建模有穿帮。下一秒，他的评论区被无数视频淹没，评论弹幕刷屏，哈哈哈球锤的锤，艺术家。我电脑渲染不出这么真的物理效果，全国群众联合起来教你做人。春晚导播室一片混乱，但对讲机里传来总导演斩钉截铁的声音：插播，所有节目暂停，所有频道统一转播星舰发射实况，快把原来那个相亲小品的时段砍了，歌舞好运来也往后挪。原来我们不是在看别国发射，我们是在看自己发射。星舰拖着壮丽的尾焰，在夜空中稳定爬升，依旧震撼。各大新闻直播间弹幕刷屏，稳了，这波直接起飞。航天总局雷达屏幕上，一条代表星舰高度的绿色曲线正在向上延伸，但曲线的斜率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平缓。当前高度500米，速度增益，衰减中。目标越过500米高度后，速度稳定在临界值，上升曲线有点软。张国良在公路边死死盯着平板上的数据流，脸色刷的一下白了。不对，这曲线不对。初始推力是够了，但持续加速能力，如果推力不够抵消重力与阻力，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星舰在空中缓缓停下，失去动力，然后开始下坠，像一个巨大的铁针砸向地面。张国良猛地摇头驱散幻想，对着通讯器低吼，声音发颤：升上去，停，掉下来，不行，绝对不行。航天总局会议室里，前一秒还充满激动泪水的房间，此刻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教授都死死盯着大屏幕上那条变得温顺的曲线，空气仿佛凝固了。李乾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指尖因用力而发白。他闭着眼，手指飞快地掐算着，嘴唇无声蠕动。李乾坤缓缓睁开眼，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深深的内疚，声音沙哑：如果这次失败了，我们要丢的是一个划时代的项目，可那个仓库里的孩子顾星河，他要丢的是命啊！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每个人的心上。会议室里，几位老教授不忍地别过头，用手捂住了脸。直播间弹幕画风突变：别啊，不要立 flag， 顾星河，你快做点什么！呜，我刚燃起来。星舰在空中仿佛凝滞，上升曲线近乎平直，气氛压抑到极点。张国良瘫坐在公路边，拳头捶地。完了，推力跟不上了。李乾坤在指挥部闭上眼睛，不忍再看。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之际，星舰尾部核心5个喷口内部骤然亮起刺眼的金红色光，比第一次猛烈数倍的环形冲击波轰然扩散。10公里外公路上，张国良等人刚勉强爬起来，瞬间又被第二次震趴，这次直接贴在了地上。张国良脸贴着冰冷的地面，吃了一口灰，含糊不清地骂着：这臭小子，点火还分上下级的吗？直播无人机的画面剧烈摇晃，警报狂响，屏幕瞬间布满雪花，最后啪的一下全黑，显示信号丢失。直播画面被迫借回地面摄影师，镜头对着天空疯狂晃动，
只能看到一片因高温而扭曲的空气，以及那骤然变得粗壮，如同天神之矛的尾焰。画面无人机迅直了，靠声音和抖动画面我都能感受到威力。主播手别抖。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刻全国人民同时体验了一把空间站住户楼下有人装修的沉浸式感受。在剧烈晃动的镜头中，可以看到星舰如同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以一种近乎野蛮的姿态撕裂空气，猛然加速，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光柱，直刺深邃的夜空。直播间弹幕短暂空白后彻底爆炸。卧槽，飞了，真的飞了，这加速我尿了，刚才谁说要掉下来的？出来打脸！星舰24点火后化作一道流光急速蹿升，尾焰在夜空拉出极长的轨迹。直播间弹幕刷屏，这速度，刚才是在热身吗？镜头根本跟不上了。航天总局指挥中心红灯闪烁，警报声此起彼伏，比之前更加急促。雷达操作员疯狂敲击键盘，冷汗直流。报告的声音变得无比尖利。报告，3号雷达站丢失目标，系统报错。5号站也是，提示目标速度超出当前程序处理上限。深网程序上线，调用所有备用算力，给我接天河超算，这怎么可能？我们的雷达连陨石都能捕捉。一阵更加忙碌的键盘敲击声后，一名年轻的研究员抱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手抖得像筛糠一样跑过来，声音因为激动而破音。算出来了，根据残存的多普勒雷达信号拟合，目标在24点火后短短几十秒内，速度从接近0直接飙升至15马赫。整个指挥中心瞬间鸦雀无声，只剩下机器运转的嗡嗡声。李乾坤呆呆地看着那个数字，突然一把揪住自己本就不多的头发。15马赫，从静止开始，这小子不是天才。李乾坤猛地一拍控制台，破口大骂：他是个疯子，彻头彻尾的疯子。这么高，他的身体怎么扛得住？G力会把他压成肉酱的。胡闹，简直是胡闹！但骂着骂着，李乾坤的声音低了下去。他看着屏幕上那义无反顾冲向深空的轨迹，眼圈猛地红了。不仅仅是李乾坤，指挥中心里所有刚才还在紧张骂娘的老科学家们，此刻看着那条代表人类全新可能的曲线，表情复杂到了极点。疯了，是疯了，但这疯子把咱们想都不敢想的路给趟平了啊！是啊，这辈子值了。李乾坤那张骂骂咧咧却又老泪纵横的脸上，背后是那一飞冲天，将所有体系甩在身后的星舰轨迹。直播间弹幕刷屏，破防了。院长又爱又恨，这就是科学的浪漫吗？向所有开拓者致敬。星舰主控舱播放着轻音乐，光线柔，看上去十分舒适。顾星河舒舒服服地躺在符合人体工学的驾驶椅上，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看了眼屏幕上显示的外部记忆力数据和舱内实际感受数据，叹了口气，智能室压开了，感觉还没坐高铁晃呢。看来冗余功率设计的太多了，下次可以精简点，省点电。报告，舰体结构完整性100%，动力核心输出稳定，航向校准无误，生命维持系统最优，所有数据一切正常。不错。他随手划了一下个人终端，屏幕上立刻弹出几十个未接的加密通讯请求，备注分别是张暴脾气、李老爷子、航天总局紧急线路。顾星河看着这些闪烁的请求，犹豫了0.5秒。顾星河眼神瞬间坚定，手指果断地往下一划，将所有通讯请求全部划掉。对不起啦，各位大佬，测试期间拒接一切骚扰电话，假装没看见。没看见。弹幕瞬间爆炸。弟弟，你知道地面已经哭成一片了吗？李院长头发都快揪光了。你在这里喝茶，还没高铁晃，一切正常。凡尔赛本赛，求地面那些老教授的心理阴影面积。弟弟，你知道你把多少老教授急出高血压吗？顾星河似乎心有所感，摸了摸鼻子，然后打了个小小的喷嚏，揉了揉鼻子，自言自语：奇怪，谁在念叨我？星舰主控舱内，顾星河面前的巨大主屏幕呈现出深邃的宇宙背景与下方弧线优美、蔚蓝壮丽的地球。成功进入预定低地球轨道，开始沿大夏空域进行周期飞行。航天总局指挥中心爆发出劫后余生般的巨大欢呼，
李乾坤和教授们激动相拥，全国各地广场大屏前人群沸腾，国旗挥舞。国际新闻全部在报道。惊世之举，大夏民间飞船疑似进入太空，官方尚未证实，专家呼吁谨慎对待。盟友国发来加密贺电，屏幕上显示：感谢分享轨道参数，共同见证历史。大夏网友弹幕持续刷屏，没关系，你们慢慢证实，我们先骄傲为敬，疑似谨慎对待，哈哈哈！酸味溢出屏幕了。欢迎收看大型纪实节目，我们如何一不小心就上了天？顾星河看着窗外熟悉的国土，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胜利的喜悦在舱内弥漫。第一阶段顺利，看来系统磨合得还不。话未说完，刺耳的滴滴滴警报声骤然响起，主屏幕中央的雷达界面瞬间被刺目的红光覆盖，巨大的黄色警告框弹出，警告：前方轨道检测到大型不明物体，速度极高，相对距离急速接近。顾星河眉头瞬间皱起，身体下意识坐直，刚才的轻松消失无踪。不是吧？第一圈就给我送考试题。雷达界面中央，一个代表不明物体的巨大红点正在疯狂闪烁，并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代表星舰的绿色三角。系统语音转为急促：碰撞风险极高，启动紧急规避计算，计算失败，对方轨迹混乱。新的更大的红色倒计时窗口强制弹出，覆盖了所有其他数据。未知大型物体即将碰撞预测倒计时 0.01 分。星舰主控舱雷达界面红光狂闪，倒计时已跳至 0.0 分48秒。顾星河眼神锐利，手指在控制屏上快出残影，调取高精度扫描数据，放大目标区域。未知物体被放大，赫然是一大片密集的高速旋转的废弃卫星和火箭残骸，如同太空中的金属风暴。系统语音急促：警告：残骸群数量超过127块，总质量与相对动能足以完全摧毁本舰。武器系统尚未解锁，常规规避方案成功率 0.1%。新手保护期过了是吧？一上来就给我刷精英怪，武器没解锁，盾总可以做一面吧？顾星河双手在控制台上一拉，调出星舰外部机械臂的操作界面。星舰外部几条灵活的机械臂迅速从舰体两侧探出，让我看看有什么能用的。那块多余的备用散热模块不错，够大。那边还有几块测试用完的复合隔热板，挺硬。哦，对了，刚才路上好像蹭掉了一块非承压外壳板，也算废物利用。在顾星河操作下，机械臂如同灵巧的手指，在太空中飞速抓取着那些太空垃圾。巨大的散热模块被拖过来当做基座，几块厚重的隔热板被哐哐地扣在正面，扭曲的外壳板被强行掰平，填补缝隙。弹幕刷屏：这操作我看傻了，我的世界太空版，大神收下我的膝盖。众所周知，别人上太空带的是高精尖实验仪器，顾星河上太空带的是装修队和捡破烂的手艺。顾星河拍了拍手，看着屏幕上那个勉强成型的盾牌，满意的点点头。丑是丑了点，但应该能扛住第一波。系统计算最佳撞击角度，把盾牌给我顶上去。装修队的活儿可不能干砸了。星舰微微调整姿态，将那面临时防撞盾对准了汹涌而来的残骸群。碰撞倒计时 0.0 分03秒，残骸群如同金属洪流，狠狠撞上那面简陋的临时防撞盾，盾牌在撞击中剧烈变形，碎屑飞溅，但核心部分死死顶住。同时，星舰以平均点喷发，进行毫秒级的轨道微调，利用盾牌斜面，样将大部分大型残骸挤开，卸力，让他们擦着舰体呼啸而过。地面指挥中心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雷达图上代表星舰的绿点在残骸群的红点中惊险穿梭，最终成功穿了出来。舰体结构完整性 87%， 仅外部非关键模块轻度损伤。死机1秒后，指挥中心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毫无形象的原始尖叫和欢呼。李乾坤一把抱住旁边的老教授，激动得语无伦次。顶住了，他顶住了，用垃圾顶住了。春晚直播间，男主持人看着传回的实时画面，完全不顾形象，震惊的直接把手中的手卡往天上一扔。观众朋友们，刚才这一段不在我们彩排表里，这属于宇宙级即兴表演。直播间弹幕彻底疯狂，这也能行？我宣布，
太空垃圾回收站站长就是顾神，论装修工在太空的就业前景，人类早期驯服太空垃圾珍贵影像 MP4， 国际舆论瞬间翻转，外媒接连报道界面从质疑到敬畏。大夏量子星舰展示惊人防御与机动能力，专家陷入沉默，开始重新评估大夏太空实力上限。那不是模型，是诺亚方舟。我们都在见证历史。弹幕总结，他们不再问真假，开始讨论这船到底强到什么程度了。哈哈哈，危机解除，顾星河松了口气，悠闲地刷起了地面网友的评论和新闻截屏。他看到一条发射前，这人绝对是个疯子。发射后，顾神，我叫你爸爸的评论，顾星河挑了挑眉，淡淡吐槽：发射前骂我疯子，发射后都叫我爸爸，这届网友挺现实的嘛。不过，爸爸这个称呼听着还挺顺啊。星舰平稳飞行在轨道上，地球蔚蓝的弧线在窗外静谧移动。系统语音平稳提示：预定绕行任务已完成，请确认返航程序。顾星河面前的主屏幕弹出清晰的选项框 A 启动返航程序，回归地面。B 继续爬升，进入高轨道。顾星河手指悬在 A 选项上，眼神却不由自主地瞟向 B 选项，陷入沉默。回去就是英雄，是国宝，从此在鲜花和掌声里被保护起来做研究。小时候，他精心制作的飞机模型被亲戚当垃圾扔掉，搞这些没用的，不如多做2道题。中学时，他的火箭构想被老师笑着揉成纸团，想法很好，但不切实际。先准备高考，工作后，他省吃俭用买的零件被房东嫌弃占地方，你再堆这些破烂，就给我搬出去。顾星河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那些年被迫放弃的梦，可不止这一个。他猛地睁开眼睛，眼神里闪过决绝和疯狂，手指毫不犹豫的一项 B 选项，用力一点，嘴角勾起，反正已经上来了，电费都交了，就顺便再卷一卷。我倒要看看这颗技术上面结的到底是什么果子。星舰引擎发出低沉的嗡鸣，调整角度，开始向着更高更深邃的太空悄然爬升。直播弹幕刷新，他怎么还在往上飞？不是该回家了吗？大佬的顺便和我理解的顺便好像不一样。地面指挥中心的众人正紧张地等待着返航倒计时启动。李乾坤看着屏幕，眉头微皱，返航窗口快到了，怎么还没启动程序？小顾是不是太累了？突然，一名轨道监测员猛地站起来，声音惊恐：报告，星舰轨道参数异常，它的远地点高度在持续增加，它在爬升。大屏幕上，代表星舰轨道的椭圆正被一只无形的手向上拉伸，变得越来越高瘦。整个指挥中心瞬间炸锅。李乾坤手里的保温杯哐当掉在地上，他又想干什么？视频小窗里的张国良急得跳脚，这臭小子刚夸完他就飘了，真当太空是他家后院啊！快叫他回来！直播弹幕刷屏，哈哈哈！地面再次崩溃。关于我的英雄不回家，非要继续浪这件事，顾星河落地？什么落地？青州航天院临时指挥点，张国良接到轨道变更的紧急消息，看着平板上那条不断爬升的曲线，气得胡子都在发抖。什么？他又往上跑了！他猛地将手里的搪瓷茶杯狠狠摔在地上，指着天空破口大骂：这个臭小子无法无天！他知不知道自己正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啊？这是能拿来自由发挥的吗？气死我了！备车不备火箭，老子要上去亲自把他揪下来！首都航天总局指挥中心，李乾坤也紧紧盯着大屏幕，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但他强压着情绪，双手死死按在控制台上。胡闹，简直是胡闹！可是李乾坤深吸一口气，用只有旁边人能听到的声音喃喃自语：可是老张啊，要是他能在那上面替我们替孩子们多看一眼，也许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就能少走10年甚至20年的弯路啊！视频通话强行切入，张国良怒气冲冲的大脸出现在李乾坤的主屏幕上，里面传来的带着电流杂音吼声：李乾坤，你还在等什么？快下命令，强制让他返航！这小子欠收拾！李乾坤眉头一挑，火气也上来了。强制？怎么强制？老张头，你冷静点，他现在是刀枪不入，我们拿什么强制他？我不管，你这是溺爱，是纵容，是在拿他的生命和国家的前途开玩笑。你才是老糊涂！科学发展需要的是探索，
不是按部就班。你以为我不想他平安回来吗？我比你更想。2位国家航天界的泰山北斗就这样隔着屏幕唾沫横飞，口水星子化作小火箭对撞，直播弹幕炸了，哈哈哈又吵起来了。关于如何教育不听话的自家天才，经典皮肤，张院士暴怒形态 vs 李院长隐忍形态，大夏时吵架，表面骂街，实则心疼。翻译一下，张爷爷太危险了，快回来！李爷爷再让他看一会儿就一会儿。星舰在更高轨道稳定飞行，下方地球的弧度更加明显，星空也更加璀璨深邃。顾星河打了个哈欠，高轨道除了星星亮点，好像也没啥。顾星河的目光推向舷窗外远方，一个规则的、边缘光滑的立方体结构正静静悬浮在幽暗的太空背景中，表面散发着极其微弱的、规律性的脉冲信号光。该立方体与周围自然的星空格格不入。顾星河凑近舷窗，眯起眼，那是啥？太空垃圾的新款式，这形状也太规整了吧！他操作控制台，量子雷达对准目标，深度扫描，扫描波数如同水波纹般掠过立方体，反馈回的数据流却呈现出大量乱码和未知符号。顾星河看着乱七八糟的数据，忍不住吐槽：谁这么没公德心？在宇宙门口乱放快递柜，还不设置取件码？差评，弹幕刷屏，神 TM 快递柜，宇宙级风潮是吧？小哥放门口了，记得给个5星好评。顾神的关注点永远这么清奇。扫描最终完成，主屏幕上跳出分析结果，几个关键词被高亮标红：结构绝对规则立方体，材质未知复合物质，能量签名非自然波动，初步结论高度疑似人工造物。顾星河表情从调侃逐渐变得严肃，人工的，不是我们家的东西啊！就在顾星河沉吟时，系统界面突然强制弹出带着金色边框的提示框，伴随着空灵的提示音：检测到未知文明遗留装置，建议保持安全距离，启动最高级别警戒。顾星河看着屏幕上的提示，又看了看窗外那个安静的快递柜，手指无意识地在控制台上敲击着。遗留装置，谁的快递？忘了拿。这可比解锁科技术刺激多了。开还是不开，这是个问题。星舰与神秘立方体在深空中保持相对静止，气氛凝重。1. 忽略离开，2. 远程采样，不接触本体，3. 近距离对接，强行破解。顾星河摸着下巴，盯着选项，苦笑。好家伙，这选项搞得我跟宇宙级 NPC 似的，我一个社保都快交不起的打工人，哪配决定人类命运啊？压力山大。这比算错一个公式可怕多了。顾星河脑内小剧场分屏开启，左边屏幕选择1，星舰掉头离开，立方体依旧孤零零悬浮，画面逐渐变暗，浮现字幕。也许我们永远错过了某个答案。右边屏幕选择3，星舰贸然对接，立方体突然爆裂，伸出无数触手将星舰缠绕吞噬，画面变红，闪烁 Game Over。顾星河摆了摆头，不行不行，3太刺激，1太憋屈。他的目光聚焦在选项2上，眼神变得认真，手指轻轻敲击控制台。不碰，可能永远错过一个时代；碰了，万一引来什么连电影里都没演过的玩意儿，咱们这小身板可扛不住。老祖宗说得好，小心驶得万年船。先看看这块地有没有毒，总没错。顾星河深吸一口气，手指果断地按下了选项2。系统提示：远程采样程序已启动，机械臂准备就绪。顾星河对着立方体的方向，像是对看不见的快递员说话：哥们，我就蹭蹭，不进去，取样一点皮毛，验验货。直播弹幕刷屏：我就蹭蹭不进去宇宙版，严谨，这很科学，仿佛看到了我拆未知快递前的样子。人类命运就寄于先，看看有毒没毒。这句话上莫名心酸又好笑。星舰侧方，一只细长的采样机械臂缓缓伸出，顶端探针闪烁着微光，小心翼翼地朝着立方体的边缘区域缓缓靠近。顾星河专注地缓缓移动的机械臂，以及那片静谧却充满未知的立方体表面之间切换。采样机械臂的探针轻轻接触立方体表面，没有发生爆炸或警报。探针顶端的切割下一小片闪烁着微光的银色未知材料，迅速收回密封样本仓。系统提示：远程采样完成，样本已封存。顾星河松了口气，还好没触发自毁程序。
样本被送入星舰的分析仪，数据流开始滚动，信息编码，还真像个宇宙 U 盘。系统尝试解码，进度条刚走了一点，突然卡住，弹出一个巨大的黄色感叹号。警告：数据量超出本地算力处理上限，初步估算需调用全球数据中心算力配合解析，建议返回基地，启动银河超算集群。顾星河看着那离谱的提示，揉了揉太阳穴，行吧，一个 U 盘就得动用全国电网来读，算你狠。这快递里面到底塞了多少部 4K 电影啊？他不再犹豫，果断操作控制台，系统规划返航轨道。这宇宙快递咱们签收了，但得带回家慢慢拆。他对着镜头，或者说对着地面方向笑了笑，以后有的是时间搞研究。现在先回家给全国人民报个平安。一条清晰的从深空指向大夏10万的蓝色轨迹现在主屏幕上生成。航天总局爆发出震天称呼，李乾坤激动地扶住控制台，网络平台热搜瞬间刷新。顾星河要回来了，欢迎回家！直播间弹幕刷屏，呜呜，他要回家了，平安，平安最重要。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全国各地人们自发地开始计算着陆时间，广场大屏、手机 APP 都出现了返航倒计时。星舰沐浴在地球的蓝色光辉中，正平稳地进行返航前的最后一次全系自检。导航系统正常，动力系统正常，生命维持正常，通讯系统正常。顾星河看着一项项通过的检测，放松地靠在座椅上，终于可以回家了。旺财估计都想我了。突然，舷窗外的星空被一阵极其强烈、不自然的白光覆盖，警报狂响，刺耳的警报声取代了平缓的系统语音。警告：检测到超强太阳风暴粒子流，能量护盾过载，通讯阵列严重受损，信号传输中断。顾星河被剧烈的震动甩得晃了一下，迅速稳住身体，脸色一变，靠！遇上宇宙极端天气了。星舰外部，肉眼可见的高能粒子流冲击着舰体，通讯天线迸发出一连串火花。地面指挥中心，所有与星舰联系的屏幕瞬间变成一片雪花和噪点。李乾坤猛地站起，信号呢？信号怎么没了？工作人员焦急地敲击键盘，报告，所有频段信号丢失，我们和星舰失联了。星舰内部，顾星河努力操作着，试图恢复通讯，但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在信号完全中断前的最后1秒，他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对着或许已经失效的通讯设备，快速而清晰地说了一句话：地面，如果能听到，如果我回不来，帮我看看院子里那条土狗，它叫旺财，拜托了。这句话传回地面后，所有人扬起一张张无奈表情的脸，随即所有屏幕强制切断，信号全无，一片漆黑。在这片漆黑中，只有全国网友最后爆发的弹幕短暂的停留在屏幕上。顾老师，你别立这死亡 flag 啊，收回，快把话收回去，旺财还在等你回家。不要啊！紧急新闻播报，新闻发言人表情凝重地出现在屏幕上。据悉，我国一艘处于高轨道的航天器在执行任务期间，因遭遇突发性强烈太阳风暴，与地面失去联系。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组织搜寻排查。消息如病毒般扩散，无法压制，网络舆论迅速分裂成2大派别。希望派话题星河平安回家挑战冲上热搜榜首，无数网友，尤其是年轻人，录制短视频，对着镜头比心，高举顾神快回家的灯牌。弹幕评论：顾老师，我们等你回来拆宇宙快递，旺财我们帮你看着，你快回来。阴谋派，各种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和模糊截图充斥网络。内部消息其实已经目击到太空爆炸闪光。弹幕评论：肯定是技术不成熟炸啊，我就说是骗局。青州航天院临时指挥点，气氛压抑，人人面色沉重。张国良独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仿佛一瞬间老了许多。他颤抖着手点开自己的手机相册，张国良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屏幕上那个名字，眼圈瞬间通红，声音沙哑低沉：当初要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差点就亲手扼杀了一个时代。孩子，你千万不能有事。星舰内部，舱内虽然警报灯在闪烁，但顾星河本人正翘着2郎腿，
嘴里叼着一根能量棒，手指在控制屏上快出残影，抽空瞥了一眼窗外依旧肆虐的粒子流。通讯断了也好，省得地面那帮老爷子们唠叨。他的手指在屏幕上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连续敲击，调出了一个没有任何图标，只有命令型代码的隐藏界面。反正全世界都以为我挂了，这段带薪假不用白不用，正好把之前没权限解锁的几个玩具拿出来玩玩。他快速输入几行复杂的指令，系统带着一丝不情愿的电子音响起：警告，您正在尝试访问核心权限，此操作可能导致 GXINGHE Super Admin 星舰外部一层若隐若现的流动着复杂能量纹路的新型护盾悄然展开，将狂暴的太阳粒子流更有效的偏转吸收。顾星河满意的看着数据反馈，这下舒服多了。下次再遇到这种宇宙沙尘暴，就不用躲了，直接撞过去。当别人在加班赶年终报告时，我们顾老师在太阳风暴里加班，给自己续命。顾星河伸了个懒腰，看着窗外的宇宙极端天气，甚至有点惬意，对着空无一人的舱室笑了笑。地面这会儿应该挺热闹吧？旺财，再等等，哥马上回来。弹幕刷屏，白哭了，我们白哭了。合着我们的眼泪是你的 BGM。 关于我粉的偶像假装遇难时则偷偷开挂这件事，大佬的带薪假内容过于硬核。星舰开启新护盾，在太阳风暴中稳住阵脚，但顾星河并不满足，他看着依旧满屏飘红的能量过载警告，撇撇嘴，硬扛太费电，不符合咱们勤俭持家的人设，得找个地方避避风头。他调出星图，手指在地球的阴影区画出一个安全的弧形轨道，打了个响指，完美，就去地球后面摸个鱼。这么大个掩体，不用白不用。星舰引擎点火，调整姿态，以一个极其风骚的走位绕行至地球后方，躲进了巨大的行星阴影之中。顾星河一边检查着刚刚解锁的备用系统，拍了一下控制台，一边忍不住吐槽：我说系统，你行不行啊？太阳风一来你就当机，差点害我立了 flag， 你这心理素质有待提高啊！系统语音换了一个更拟人化，带点委屈和不服气的电子音。检测到用户不合理抱怨，本系统版本号为 1.0， 设计用途为近地轨道观光旅行，并未预装硬抗太阳风暴模块，请尊重底层打工软件的生存极限。嘿，你还顶嘴？陈述客观事实，建议用户下次定制星际远征旗舰版系统，价格面议。弹幕刷屏，哈哈哈！系统澄清了，关于我的飞船系统和宿主互相甩锅这件事，底层打工软件实锤，莫名心疼系统1秒。这一人一系统，在宁静的地球阴影里，像两个加班护队的打工人，紧张气氛一扫而空。顾星河摇摇头，嘴角却带着笑，行吧，这次算你情有可原，赶紧自检，修好通讯，咱们还得回家呢。收到，自检程序运行中，预计剩余时间15分钟。某高级会议室气氛与指挥中心的交集，网络的沸腾截然不同。几个穿着西装的代表与部门代表正围坐一堂，表情严肃地开着紧急会议。投影屏幕上展示着顾星河的院子、仓库结构图以及量子星舰的性能推测数据。各位，顾星河同志生死未卜，我们都很痛心，但如此重大的战略资产和核心技术，绝不能处于失控状态。我提议全面接管其所有研究资料、技术专利和那个生产基地，赶紧拿到手，估值上市起码10000亿级别。另一名代表立刻接话，指着地图上顾星河的院子。而且根据我区土地管理规定，那块工业用地长期处于低效利用甚至闲置状态，完全可以重新评估，纳入下一轮土地拍卖计划。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张伯良院士连白大褂都没脱，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巴掌拍在会议桌上，震得茶杯乱跳。他人还在天上生死不明，你们就在底下算计着抢他家院子，拆他基地。资本代表被吓得一缩，但马上强作镇定。长老，您息怒，我们这也是为了防止技术流失。别给我戴高帽，你们那点心思我门儿清。此时李乾坤也缓步走进了会议室，他的脸色冰冷如霜，眼神扫过在场众人，不怒自威。我看是某些人的集团利益吧。李乾坤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安静下来。他走到投影前，指着屏幕上的星舰，
顾星河造出这东西，不是为了给你们当摇钱树分红的，他让全国的孩子看到，一个人凭借热爱与智慧，可以走到哪一步。他目光锐利地盯住众人。他的东西是给未来铺路的，不是给你们放在财宝里分红看的。李乾坤的话如同冰锥，刺破了会议室里虚伪的气氛。众人面面相觑，不敢直视他的目光。弹幕刷屏，李院长大气，灵魂拷问，守护最好的顾星河，为2位老爷子打 call。石湾区顾星河家院门外，这里此刻是一片自发形成的、充满温情与坚守的海洋。院门外密密麻麻地围满了 mostly 年轻人，他们安静地坐着或站着，默默地守着。黑色的中华田园犬旺财身上，他面前堆满了各种牌子的火腿肠、狗粮罐头，像座小山。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直播博主正架着手机，对着镜头小声说话。老铁们，这里是来源不明飞船失联地，我看看第52小时。我们现在在顾神家院子门口，今天旺财的伙食依旧顶配，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炫了8根火腿肠、2个罐头，目前正在消化，心情看起来有点忧郁。博主手机屏幕上弹幕不断滚动，旺财多吃点，替我们好好看家，泪目了。有小姑娘把自己折的千纸盒串起来，挂在栅栏上，几个男生默默地在旁边维持秩序，提醒后来的人不要大声吵闹。一位附近的大妈端着一盆刚煮好的饺子，分给守夜的学生们。旺财安静地趴在院门口，下巴搁在爪子上，乌溜溜的眼睛望着路口的方向，耳朵偶尔动一下。主人什么时候回来？院子我看着呢。这种无声的坚守，比任何激烈的言辞都更具力量。弹幕刷屏，破防了，这氛围，我眼泪不值钱。旺财好乖，他一定在等，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样子。下沉情绪彻底拉满了。当有些人盯着技术和土地时，更多的人只是在等一个创造奇迹的人回家。石湾院子外，守夜的人们依旧安静。旺财突然竖起耳朵，不安地来回走动，对着天空轻轻呜咽了几声。直播博主注意到旺财的异常，大喊：“兄弟们！”旺财有反应，是不是？航天总局指挥中心气氛依旧凝重。李乾坤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张国良盯着毫无信号的屏幕，眼睛布满血丝。突然，主屏幕上持续的雪花噪点猛地消失，被清晰的星舰内部画面取代。通讯频道里传来一阵电流调节的滋啦声，紧接着，一个所有人都无比熟悉、带着点慵懒的声音响起：“嗨嗨，喂，地面听得到吗？那什么，你们别到处说我挂了啊，我院子还按接着呢。”整个指挥中心时间仿佛停滞了1秒，下一秒，哼，巨大的足以掀翻屋顶的欢呼声和掌声猛然爆发。研究人员们把手中的文件、笔记本全都抛向了空中。李乾坤身体晃了一下，赶紧扶住控制台，想说什么，却只是张了张嘴，最终化作一个如释重负的、带着泪花的笑。张国良愣了2秒，随即反应过来，对着话筒想骂，出口却成了带着哭腔的吼叫：“臭小子，你他妈！”雷达操作员激动到破音：“报告，重新锁定目标，星舰状态完好。等等，它的轨道高度比失联前还悄悄爬上了50公里。”弹幕海啸般涌来：“啊，活了！按接，这就是你回来的理由。房子才是第一生产力，不仅没事，还升级了。旺财，你爹没死，还房贷的人不会轻易狗带。”指挥中心里，那群平均年龄超过60的老教授、老专家们，在经历了几秒钟的狂喜后，互相看了一眼，不知是谁带头，集体爆出一句中气十足的粗口：“卧槽！”然后下一秒，所有人又都默契的、沉默的低下头，迅速摘下眼镜或转过身，用袖子、纸巾用力的擦着怎么都止不住的眼泪。何控舱，顾星河看着地面上传回来的混乱的画面，听着频道里那些带着哭腔的骂声和笑声，无奈的笑了笑，轻轻摇了摇头。都说没事了吗？旺财，再等会儿，真快回来了。星舰调整姿态，切入载入大气层的轨道，舰体与大气层摩擦，产生壮观的热胀等离子光晕，如同一颗燃烧的流星，划破黎明前的夜空。帝都广场、深城码头、羊城花市，所有城市广场的巨屏同时直播着这震撼的载入画面。
人们仰着头，屏住呼吸，手中挥舞着国旗或荧光棒。弹幕刷屏，欢迎回家。这回家特效也太顶了，泪目了家人们。星舰突破热障，减速伞依次打开，反推引擎点火，最终以一个完美到令人惊叹的姿态，平稳地降落在石湾区做了紧急处理的预定着陆场上。尘土缓缓落下，星舰庞大的身躯在晨曦微光中显得静谧而伟大。全场寂静，所有镜头都对准了舱门。他眯着眼适应了一下地面的光线，然后看向最近的一个摄像机镜头，露出了一个略带疲惫却无比真实的笑容，抬手挥了挥，语气轻松：“大厦的打工人们，新年快乐！我回来了。”这句话如同点燃了一箭，现场爆发出彩色般的欢呼，屏幕前无数人瞬间热泪盈眶，弹幕彻底疯狂：“新年快乐，打工人楷模！”呜呜呜！这朴实无华的问候，这航天服是刚修完车吗？过于接地气。旺财原本趴着在顾星河家院子门口，此刻突然激动地一跃而起，挣脱了临时看护人的怀抱，朝着星舰降落的方向，疯狂的、喜悦的汪汪汪大叫，尾巴摇得像螺旋桨。一场级别极高的秘密会议室内，灯光昏暗，长桌两侧坐着表情严肃的各方代表。顾星河已经换上了一件干净的普通外套，坐在一端，神情平静。一位面容刻板、身着高级制服的陈部长率先发言，语气语重心长：“顾星河同志，你的成就国家高度重视，但正因如此，你和你的技术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为了绝对安全，防止技术泄露，我们经过初步讨论，建议对你进行长期的保护性封闭管理，这是必要的牺牲，希望你能理解。”所有目光聚焦在顾星河身上，顾星河没有立刻反驳，只是轻轻笑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众人。保护性封闭管理说得好听。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是为了让更多人能看到星空，不是为了换个地方。他的话让会议室陷入一瞬间的寂静，几位代表的脸色微变。顾同志，你不要意气用事，这关乎国家利益。我的条件只有一个。顾星河环视全场，一字一句地说：“量子星舰及相关技术必须优先用于大厦的普通人，资源要向下沉。”随着顾星河的话，画面配合着闪现，山区学校里，孩子们通过全息投影，第一次清晰看到火星的纹路。偏远地区的气象站因为高效能源技术不再受断电困扰，大学实验室里，学生们能用简化版技术验证自己的奇思妙想。先让学生们用得上，让偏远地区看得见，让下一个我不会因为资源匮乏而被埋没，这就是我的条件。会议室里一片沉默，代表们神色复杂，有人动容，有人皱眉，有人陷入沉思。老将军眼中闪过一丝赞赏，陈部长的眉头紧锁，透着不悦，文职官员则露出为难的神色。李乾坤一直低着头，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此时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复杂地看向顾星河，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叹息：“星河，你知道你这句话会让多少人难做吗？”李乾坤的问题仿佛还在空气中回荡。会议室内是几秒钟的沉重寂静，关键人物脸上写满挣扎、权衡，最终化为一丝无奈的妥协和新的决断。暗卫之前皱眉的老将军缓缓开口，声音沉稳：“你的条件很天真。”也很重，重到我们这些老家伙有点扛不起。他话锋一转，但如果因为这分量就把它塞进保险柜里生灰，那才是真正的失职。决议文件出现在屏幕上，关键条款为任命顾星河为量子星舰项目总设计师兼首席技术负责人，享有最高技术决策权，同时聘请顾星河担任大厦未来工程课名誉首席讲师。项目部分非核心、基础性技术原理及应用将对全国中学以上教育机构开源。文件的公章砰的一声盖下，带着金色的光芒，阳光明媚。顾星河的老院子院门敞开，院子里几十个附近小学的孩子们搬着小板凳，坐得整整齐齐。顾星河就坐在他们面前的工作台旁，旺财乖巧地趴在他脚边。顾星河拿着一个自制会发光的简易星舰模型，语气轻松：“所以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上天吗？”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怯生生地举手：“因为星星很好看。”对，但不全对。我们上天
是为了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多珍贵，是为了让以后所有觉得星星好看的孩子都有机会能靠自己飞近一点去看，种子埋下去，总会发芽的。直播镜头远远地记录着这温馨的一幕，直播间弹幕画风温暖，破防了，这才是真正的薪火相传。这就是别人家隔壁的大哥，羡慕哭了。从国之重器到孩子王，这转变太酷了，格局打开，技术下沉，才是真的起飞。城市变迁，原本荒凉的石湾旧工业区，如同被按下了快进键，生锈的工厂被翻新，泥泞的道路被拓宽，一栋栋带有科幻线条的新建筑拔地而起。巨大的规划牌立起，星河科技小镇总体规划图。小镇入口贴着一排设计简洁却格外醒目的招聘海报，星空和星舰的剪影下，正中写着量子星舰项目组招收零基础学徒，要求愿意学就来。弹幕刷屏，这要求也太实在了。零基础，我这种手残也能报名，下沉感直接拉满了。小镇内原本废弃的铸造厂挂上了新建材料基础实训中心的牌子，里面穿着工装的年轻人们正在操作新型设备。曾经的仓库变成了深空能源科普馆，一群中学生正在里面好奇地围观一个小型聚变演示装置。几位原本面临拆迁、愁容满面的街坊，如今穿着统一的蓝色工服，正精神抖擞地指挥着智能运输车装卸物资，胸牌上写着园区物流保障组。原来想着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老了还赶上给星星飞船打工了。招聘海报前围满了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一个年轻人犹豫地看着海报，零基础真的能行吗？顾星河不知何时溜达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个煎饼果子，突然从旁边插话：怎么不行？我当初也是零基础，自己瞎琢磨的，不会可以学，但想学的心千金难买。国际新闻演播室，几个金发碧眼的主持人和专家坐在镜头前，表情严肃中带着酸味。关于大夏所谓的量子星舰，目前仍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数据证实，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否又是一场精心编排的 CG， 绝对是 CG。如此庞大的物体在大气层内点火，其对流层扰动数据与我们模型严重不符。没等官方出面，大夏网友已经自发开启了在线教做人模式，鬼畜视频大合集。星舰点火时，苏城居民家窗户震动的真实监控录像，配上动感电音，循环播放哐哐哐作为鼓点。顾星河用垃圾拼房撞盾的片段加速，配上切菜的音效，标题：米其林3星主厨太空料理。旺财对着天空狂叫的音频采样，做成魔性 BGM， 歌词就一句：我爹回来了。汪汪！所有视频标题统一为这 CG 做的，连地震局我家的狗都信了。弹幕护体，哈哈哈！官方还没出手，网友已经把对面扬了。物理攻击、魔法攻击，求外国专家的心理阴影面积。顾星河在由仓库一角改造而成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屏幕上同时播放着外媒的质疑和网友的鬼畜神作。看着外媒那副我不听我不信的嘴脸，他起初只是微微皱眉。但当他点开一个把他 P 成太空悍匪，踩着动感节拍狂拆卫星残骸的鬼畜视频时，顾星河先是愣住，随即肩膀开始微微抖动，最后终于忍不住，嘴角疯狂上扬，直接笑出了声。这帮网友真是人才，比我会玩多了。他顺手给几个制作最精良也最魔性的鬼畜视频点了赞，并留下了评论。顾星河本人认证账号，下次发射 BGM 就用第3个了。旺财主唱，版权费用火腿肠结算，这 CG 做的。弹幕瞬间2次爆炸，卧槽，正主下场了。官方玩梗最为致命，火腿肠结算可还行？外国专家，你们大夏人严肃点。顾星河笑得靠在椅背上，微笑着看着屏幕上充满创造力和自信的网友作品。国家级超算中心的巨大的屏幕上，代表数据解析的进度条终于缓缓爬升到100%。屏幕界面一变，不再是乱码，而是呈现出一种极其优美、简洁却又深奥无比的可视化信息结构。一位年轻研究员声音因为激动而尖利：出来了！我的天，这不是什么武器图纸，这是一个宇宙级的开源代码库和物理模型框架。解析处的部分内容呈现一种全新的能量传输协议，效率是现有理论的100倍。
某种物质重组公式，旁边标注着基础建筑材料，适用于碳基文明初级阶段，一套极其复杂的多维空间导航算法。李乾坤凑到屏幕前，眼睛瞪得像铜铃。开源库就像是把建造文明的工具包随手扔在了门口。突然，张国良像是被雷击中一样，死死盯着其中一段关于量子时空褶皱利用的模型，声音发抖。老李，你看这个思路是不是跟顾星河那小子当初被我们打回去的那份被认为是异想天开的论文几乎一模一样？屏幕上宇宙 U 盘的模型和旁边调出的顾星河旧论文手稿的某个部分被红线连接起来，核心思路高度重合，整个控制中心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机器运转的嗡嗡声。所有老院士、老教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不约而同的手臂上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也就是说，顾星河靠自己琢磨，摸到了这个宇宙开源库的边儿。也许不是巧合，不是我们发现了他，而是他，或者说放置他的人，早就通过某种方式看到了我们，甚至看到了顾星河这颗正在萌芽的种子。我们是不是早就被盯上了？这个推论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来自宇宙深空的寒意与敬畏。顾星河的仓库办公室，他正看着同步传过来的解析数据，脸上没有太多惊讶，反而是一种果然如此的表情。他轻轻敲着桌面，若有所思。怪不得感觉那么亲切，原来是官方教材啊！这下作业答案算是拿到了，但考试可能才刚刚开始。国家级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面带自信的微笑，背后是巨大的星舰徽标。基于对未知文明遗留装置的初步研究成果，并经充分论证，我国正式决定启动量子星舰第2次深空探测任务。发布会现场当场连线星舰基地，工作人员将一个正12面体装置装入经过升级维护的星舰载荷舱，装置表面刻录着大夏文字、数学公式、人类 DNA 双螺旋结构图，以及一段记录了地球风貌与人类文化的浓缩信息。顾星河穿着干练的飞行夹克走向发射平台，一群记者立刻围了上来。顾总师，第2次任务的风险评估如何？您紧张吗？顾星河对着镜头，语气轻松。紧张？不至于。上次是迷路不小心路过人家门口，这次咱们是带了礼物，正是串门去，顺便看看那个开源库还有没有别的使用说明。串门，这邻里关系维护到外太空了。一份来自蓝星的5年高考3年模拟。顾神，我就去看看，不干别的。直播平台数据监控界面显示，量子星舰2次串门直播预约人数的数字像火箭一样疯狂飙升，直接冲破之前的所有记录，全网蹲守。这次必须前排，我奶奶都让我帮她预约了。顾星河进入舰舱，坐在升级后更加舒适的主控椅上。最终自检完成，寰宇问候者信息硬盘装载完毕，目标坐标：未知文明立方体结构，任务性质：友好访问与科学观测。顾星河系好安全带，对着通讯器，语气带着一丝期待：地面准备好了，咱们去给宇宙邻居送个快递，希望别嫌我们的礼物太寒酸。发射倒计时开始，巨大的星舰引擎再次点亮，比第1次更加稳定，磅礴的能量开始汇聚。发射这天，天气晴好，量子星舰再次矗立在发射架上，晨光为其镀上一层金边。全国各地同步观看，家里人们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电视，广场大屏下人群轻松的交谈，出租车司机听着广播，偶尔瞥一眼路边的屏幕，来了，打卡。今天顾老师的发射配色比上次好看，哑光黑配星空蓝，有品位。开盘了，下注了。这次顾神会在太空吃什么口味的自热火锅？赌5毛。这次串门能加上宇宙邻居的朋友圈。淡定，机操物6，航天总局控制室，气氛依旧专业严谨。李乾坤稳稳地坐在指挥席上，张国良则抱着保温杯，站在年轻工程师们身后，表情平静地看着大屏幕。倒计时，3、2、1，点火！星舰底部喷出磅礴而稳定的等离子焰流，庞大的舰体平稳升空，动作干净利落。当星舰进行2次点火，加速冲向外层空间时，控制室里只有数据报告的平静声音。张国良看着完美无瑕的飞行曲线，轻轻抿了一口茶，对身旁满眼崇拜的年轻工程师低声说：“看到了吗？
以后啊，这种级别的2次点火，也许就是教科书上的一句常规操作。年轻工程师震撼的点头，看着张老平静的侧脸，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重量。我们正在把奇迹变成日常。星舰精准入轨，画面稳定。地面广场上，有人打了个哈欠，弹幕讨论顾星河这次穿的航天服有没有新品发布链接。看，这就是大夏，我们擅长把震撼人心的壮举，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茶余饭后的常规操作。嘴上说着淡定，但每一次常规的背后，都写满了不寻常的骄傲。量子星舰悬停在幽静的深空中，前方不远处，规则的立方体结构依旧静默，散发着微弱、规律的脉冲光。顾星河调整通讯天线，一本正经寰宇问候者信息硬盘，数据包发送频率，通用数学常量级友好问候语循环播放。星舰向立方体发射了一道蕴含着人类文明信息的数据流。1分钟过去，2分钟过去，立方体毫无反应，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闪烁着。则不在服务区，还是没听懂咱们的普通话。弹幕开始出谋划策，是不是得用摩尔斯电码再发一遍？顾神，试试放点音乐，最炫民族风说不定有奇效。是不是没充会员啊？顾星河看着毫无动静的快递柜，想起自己收快递时的场景，带着点无奈和调侃，忍不住用方言对着通讯频道嘀咕：哥們在不在？出來攬個件，這快遞放門口這麼久，總得有個簽收流程吧？奇迹發生了！就在他方言落下的瞬間，那一直規律閃爍的立方體表面的光紋驟然改變，從單調的脈衝變成了複雜流動的幾何圖案。緊接着，立方體面向星艦的一面，傳來一陣低沉而順滑的機械運轉聲，一道筆直的縫隙出現，伴隨着叮咚一聲類似便利店開門提示音的輕響，隨後像自動售貨機的取貨口，無聲地向一側滑開，露出裡面一片深邃的白光空間。系统提示音语速加快，警告：检测到无法解析的高维数据流从开口处涌出，能量读数无法量化。顾星河看着那扇自动打开的门，以及系统疯狂报警的界面，刚才的淡定瞬间消失，额头渗出一滴巨大的冷汗，下意识地往后靠了靠。完了，快递员好像下班了，这架势是 AI 客服上线了，感觉下一步就要让我安一找人工服务了，怎么办？急，在线等。弹幕瞬间爆炸。哈哈哈哈！方言才是宇宙通用语。关于我用方言喊醒了宇宙智能客服这件事，客服亲，您的星际快递已到达，请给个5星好评哦。顾神别慌，问问他有没有新人优惠券。宇宙快递柜门内涌出的白光逐渐收敛，凝聚成一道无比复杂、由无数闪烁的几何符号和能量脉络构成的立体题目，直接投射在星舰主屏幕及所有地面同步屏幕上。一道冰冷、毫无感情波动的合成语音在星舰和地面所有频道中响起。文明资格验证程序启动，请于1个该行星自转周期内解答此题，证明你们具备初步对话价值。计时开始。星舰内部，顾星河看着那道题目，脸上的戏谑瞬间消失，眼神变得极度专注，手指无意识地在控制台上快速虚点，仿佛在模拟运算。有点意思，这题，这不是考知识，是考思维框架，出题人水平很高啊！全球各国航天机构、顶尖实验室里收到同步数据的研究者们，起初是好奇，随即是震惊，最后集体陷入呆滞。有人抱着头抓狂，有人直接把笔扔了，有人对着白板上的几个基础公式陷入哲学沉思。弹幕短暂空白后，彻底疯了。这是啥？我连题目都看不懂！救命！我仿佛看到了我的一生之敌。宇宙高考现场，大夏航天总局指挥中心死一般的寂静，所有顶尖专家都死死盯着屏幕，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和巨大的压力。李乾坤缓缓靠向椅背，摘下眼镜，用力揉了揉眉心，脸上露出一丝混合着荒谬、震撼和了然的苦笑。搞了半天，我们刚才兴师动众的串门，只是在敲门，而现在我们刚刚是在参加一个宇宙资格考试。宇宙题目霸屏，指挥中心所有人面色凝重，旁边那不断减少的红色倒计时，距离提交答案剩余时间23:58分17秒，令人窒息。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阶梯教室和实验室里，
教授带着学生围着写满公式的黑板激烈争论。中科院各研究所老院士们和年轻研究员一起对着投影屏幕指指点点。各大互联网公司的会议室，程序员们在白板上画着算法逻辑图。官方建立的宇宙考题临时协作平台上，数据流如瀑布般刷新。不知道是谁把流核心逻辑框架的简化版题目扔到了网上。自此，各大网吧里，网瘾少年键盘敲得噼啪作响。几个数学竞赛班的高中生围在一起，疯狂地把解题过程拍下来上传。卖菜大叔趁着空闲，用记账的本子写画画，嘴里念念有词。弹幕刷屏，卧槽！民间出大神！那个高中生的证明思路好像被专家组点赞了。原来我身边隐藏了这么多扫地僧，大吓人！宇宙文明你等会，我先拉个群，开个线上讨论组。星舰内部，顾星河面前开着好几个视讯窗口，分别是地面专家组的核心讨论群、民间大神聚集的论坛界面，以及他正捧着一盒香菇滑鸡味自热火锅，吃得津津有味，嗦了一口粉，在专家群对话框里打字。关于第三维度空间褶皱的假设，可以参考编程菜鸟王在论坛第8703楼提出的拓扑简化思路。虽然表述不严谨，但方向是对的。高手在民间，古人诚不欺我。地面专家组看到顾星河的消息，立刻调出那个论坛帖子。一番研究后，几个老教授恍然大悟。李乾坤看着民间和官方的数据交织，感慨：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文明最独特的力量吧。无数在屏幕前奋战的身影，从象牙塔到市井街巷，智慧的火花在每一个角落迸发。全国算力沸腾，但进展似乎陷入了泥潭。各大研究所和高校的屏幕上，公式越写越长，模型越来越复杂。指挥中心的李乾坤揉着太阳穴，反应过来，和顾星河连线。不对，方向好像错了。我们用的能量场理论太重了，就像用超级计算机去解一道巧算题。星舰内部，顾星河看着地面传来的越来越复杂的推导过程，眉头紧锁，突然放下自热火锅，猛地坐直。等等，各位，先停一下。他在联合通讯频道里发言，声音清晰。我们是不是被带偏了？这题看着高大上，但咱们别老想着用富人的算法去硬刚，试试穷人思路怎么样？造星舰时零件不够都得自己搓，这解题思路也得省着点用。弹幕冒出问号，穷人思路，顾神又要开始整活了。顾星河一边快速操作，一边解释，所谓穷人思路，就是先复用后优化，别总想着造新轮子，看看手头有什么边角料能拼起来用。屏幕上那道华丽的题目巨数被顾星河用虚拟笔咔嚓几下拆解成了几十个相对独立、不那么起眼的小模块。他调用了一套非常基础，甚至有些古老的算法库，逐个攻克这些小模块。看这个曲率问题，不用搞什么11维推导，用这个老掉牙但绝对稳定的流体算法套一下，核心约束条件是不是就满足了？打工人嘛，就得学会用最低的成本解决最要命的问题。地面专家们看着顾星河那套土法炼钢般的操作，起初是疑惑，但随着一个又一个小模块被那种极其朴素算法序列稳定的不出错的解决，他们的眼睛越来越亮。对啊，我们总想着用最先进的工具，反而忽略了最基础架构的稳定性。这臭小子是把造星舰时捡垃圾的本事用在了解题上。当最后一个基础模块被拼装到位，整个复杂题目的主干结构竟然被这种穷人思路硬生生的梳理通了。系统提示带着一丝赞赏的语调响起，提示一文明题目主解框架已完成，核心逻辑链路已打通。全国各地的研究室、网吧、学校里爆发出第二轮更加热烈的欢呼，弹幕彻底刷疯。星舰主控台上，代表最终答案的数据包凝聚成一个光点。顾星河深吸一口气，手指在发送键上悬停1秒。交卷了，是挂科还是保研，就看这一把了。立方体接收数据后，门缓缓关闭，表面的光纹恢复成最初规律的脉冲模式，再无其他反应。答案已提交，等待对方文明响应，预计响应时间、位置。顾星河往椅背上一靠，进入阅卷模式了。整个星球瞬间进入考试交卷后漫长等成绩的集体状态。某城市广场上，一群大爷大妈围成一圈，紧张的搓麻将，眼神却时不时瞟向广场大屏幕。
麻将牌上刻的不是条筒腕，而是微积分符号和物理公式。宿舍里，几个男生搬来泡面箱，在宿舍阳台试图放飞写着避过的孔明灯。网络平台的合同，等待宇宙成绩单，报上热搜。无数人开始默默刷起顾星河冷知识视频合集，例如顾神最爱的火腿肠口味排行，旺财的10种可爱睡姿，论顾星河院子里的草为什么长得比别人好。救命！比等高考成绩还紧张，我已经把顾神的视频盘出包浆了。宇宙老师，给个及格分吧，求求了。航天总局指挥中心，大部分人都被劝去休息了，只有核心人员还坚守着。空旷的大厅里，张国良独自坐在操作台前，屏幕上显示着星舰传回的静止画面和那个沉默的立方体。他端起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看着屏幕，无奈地摇了摇头，低声喃喃自语：搞了一辈子科研，带过无数博士生，没想到临老了，我这辈子监考监到外星去了。这监考压力比当年我自己答辩还大。这60分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课间休息，整个文明都在走廊里踱步，心里反复盘算着自己刚才的答案到底有没有写解字。无数双紧盯屏幕的眼睛扫过顾星河在界内闭目养神的侧脸，最后落在那个沉默的立方体上。等待的第59分钟，立方体依旧沉默，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难道思路错了？就在倒计时即将归零的瞬间，立方体表面的光纹再次剧烈变化，从规律的脉冲转变为一种欢快流动的彩虹色光谱。一道新的语气明显柔糊了许多的宇宙通用语信息被发送过来，星舰系统迅速翻译，文字显示在主屏幕。同时，顾星河看着翻译结果，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亲自念了出来：评估完成，逻辑链条完整，解决方案颇具本地特色。恭喜你们勉强通过了宇宙文明101基础课程。颇具本地特色，是说我那穷人思路吧？这评语还挺委婉啊！及格了，勉强通过颇具本地特色，哈哈哈！宇宙老师有点傲娇。101课程后面还有201、301嘛，所以我们现在是宇宙预科班文凭了。紧接着又一道信息流涌入，这次是一个结构庞大的可交互目录界面，里面罗列着无数闻所未闻的技术名称和简介。虽然大部分条目因为权限不足仍是灰色锁定状态，但少数几个已经被点亮。系统提示带着兴奋：接收到高维技术知识目录，检测到包括行星级环境修复基础、初级能量物质转化在内的多项可解析技术。顾星河看着目录，吹了个口哨：哟，还真给课件了，看来这课没白上。他转头看向镜头，或者说看向所有地球同胞，笑了笑，用更通俗的话总结，简单说就是宇宙老师觉得我们这帮学生脑子还行，不算太笨，允许咱先加个群聊，以后可以跟着蹭点学习资料了。弹幕立刻接梗，刷屏统一变成人类文明当前宇宙学分一无穷，学分一无穷，路还长，但第一步总算迈出去了。大厦最高级别战略研讨会气氛热烈，巨大的屏幕上显示着宇宙立方体传回的技术目录，几个被点亮的条目闪烁着诱人的光芒。一位激进派代表眼睛放光，挥舞着手臂：还等什么？立刻集中所有资源，优先攻关这个行星级物质重构。想想看，点石成金，直接解决所有资源问题。先实现一个小目标，比如把月球变成一块大奶酪。一位保守派官员眉头紧锁，连连摆手：胡闹！步子太大，容易扯着，容易出大事。这初级能量场操控听着就危险，一个控制不好，把大气层点着了怎么办？我们应该先封存，研究100年再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宇宙的也不行。会议陷入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争吵，弹幕吐槽经典环节：先吵一架。理解，我拿到新游戏也先纠结先玩哪个任务。恶人类获得外星科技后的第一反应。顾星河打了个哈欠，用手指敲了敲桌子，让全场安静下来。各位，醒醒！人家给的是课程表和参考书目录，不是满级毕业账号。想一口吃成胖子，小心噎死！怕这怕那，那就永远别写作业了。这帮人怎么比我这个造飞船的还不务实？顾星河站起身，走到屏幕前，手指点在目录上几个最基础、最朴实的被点亮条目上。顾星河环视众人，提出原则：
咱们不搞唯技术论，不追求最炫最炸的，先拿这些解决眼前的问题，让地里粮食多一点，让家里电费少一点，让山里的孩子学东西容易一点。会议桌旁，一直沉默的李乾坤、张国良等老一辈科学家，听着顾星河的话，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频频点头。星河说得对，技术是工具，人才是目的。先让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受益，这条路才走得稳，走得远。先解决吃饭读书的问题，再想着上天入地，顺序不能乱。激进派和保守派看着几位泰斗都表态了，又看了看屏幕上那几项朴实无华的技术，也渐渐冷静下来，陷入沉思。弹幕刷屏，格局打开了，这才是真正的强国之路，从解决温饱到星辰大海，没毛病。顾神，我就想种个地，你们非要我造飞船。星舰与立方体的通讯尚未完全断开，一道新的带着些许赞许意味的信息流传来，将其翻译过来。基于你们在文明101课程中展现的独特潜力，特此开放一个深空见习观察员名额，允许1名个体随舰进行短期跨星系观察，建议由文明杰出个体参与，以最大化收益。地面指挥中心和所有观看直播的人都瞬间懂了。弹幕预判来了，专属隐藏任务，肯定是顾神自己去啊，这还用想？宇宙 VIP 观光票实名羡慕，顾老师快去给我们拍点 4K 壁纸回来。所有人都以为顾星河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连李乾坤和张国良都准备点头了。顾星河看着那条信息，却摇了摇头，对着通讯器，语气平静却坚定。谢谢好意，不过这个名额我建议换个人。顾星河目光仿佛能穿透屏幕，看到地球上每一个仰望星空的孩子。我能走到这里，某种程度上是个意外，但文明的前行不能只靠意外，普通人也该看看外面。这个名额应该给一个普通学校里成绩优秀、对星空充满好奇的学生代表。我得给后来的我们留一把椅子，开一扇窗。这话一出，全场皆惊。地面指挥中心的老教授们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了无比欣慰和感慨的表情。张国良眼眶有点热，扭过头，那吐出3个字：这小子。李乾坤深深点头，给出最高评价，这才是最好的奖励。弹幕在短暂的震惊后，彻底变了画风。呜，我哭了，他真的，我哭死。他不是自己去征服，他是去为后来者铺路啊！这就是别人家的老师，不是别人家的英雄，给全国孩子留一种可能性。这句话太戳心了。关于我把宇宙 VIP 票让给了课代表这件事，全国各地普通的中学教室正在埋头书本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一扇通往星海的大门，正因为他们中间某个或许并不起眼的同龄人，即将缓缓打开。顾星河对着宇宙立方体的方向笑了笑，怎么样，这个见习观察员，我们派个实习生过去，没问题吧？星河科技小镇处处张灯结彩，比过年还热闹，每一盏路灯，每一家店铺门口都挂上了崭新的红灯笼，上面写的不是传统的祝福语，而是星河平安和俏皮的马到成功，2周目可还行，重生之我再飞一次。这祝福语过于应景。顾星河的老院子是所有喧嚣中的一片宁静。顾星河蹲在院子里，轻轻地给旺财挠着耳朵和下巴，旺财舒服地眯着眼，尾巴在地上慢悠悠地扫着。这次真不立 flag 了，我保证好好看家，等我回来。他凑近旺财的耳朵，神秘兮兮的，到时候给你带根宇宙骨头尝尝，听说那玩意儿嘎嘣脆，也不知道星际快递包不包生鲜。旺财好像听懂了，呜了一声，用脑袋蹭了蹭他的手心，可爱死了。旺财拉钩，宇宙骨头是什么逆天零食？关于我家狗即将成为宇宙美食家这件事，当顾星河整理好行装，推开院门时，院门外人山人海，从门口一直延伸到街道尽头，男女老少都自发地聚集在这里。他们没有人往前挤，只是静静地站着，手里拿着小小的国旗或是星星灯。看到顾星河出来，人群瞬间爆发出整齐划一喊声：顾老师，你去看看外面，我们在家给你守着，平安回来。一张张真挚的面孔出现在顾星河面前，有被爸爸扛在肩膀上的小孩，用力挥舞着荧光棒；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双手合十，
默默祝福。有年轻的情侣紧紧握着手，跟着人群一起高喊。这场面不像送别英雄远征，更像全国上下一起送自家最聪明、最勇敢的孩子去参加一场关乎未来的大考。弹幕泪目刷屏，破防了家人们。这氛围真像送孩子高考。后方稳了，前方放心飞，我们等你回家。顾星河看着这无边无际的人海，听着那阵耳语聋却充满温暖的祝福，愣了一下，随即他朝着人群深深地鞠了一躬。量子星舰第3次屹立在发射架上，晨光熹微，舰体流线愈发优雅，带着前2次成功机电下的从容。舱内顾星河熟练地进行着最后的检查，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位穿着干净校服，胸前别着校徽，紧张的手心都在微微出汗的高中生代表林晓。他紧紧抓着扶手，眼睛既兴奋又忐忑地望向舷窗外。顾老师，我们真的要去？就去串个远门，顺便带你看看作业里写的光年到底有多长。放松点，就当参加学校组织的跨星系研学活动。这孩子比旺财第1次坐车还紧张。发射倒计时结束，星舰平稳升空，突破大气层，过程丝滑流畅，如同一次早已熟悉的例行航行。向下楼取个快递那么自然，心疼旁边的高中生妹妹，手都快把椅子抠破了，哈哈哈。星舰顺利进入深空通信区，地球在身后化作一颗美丽的蓝色宝石。就在顾星河准备给林晓指认几个星座，缓解他紧张情绪时，一声清脆、陌生却又带着某种奇异不平感的提示音从他手腕上的个人终端响起。顾星河动作顿住，眉头微挑。群聊。林晓也好奇地凑过来，暂时忘记了紧张。顾老师，这是什么 APP 推送吗？顾星河若有所思地看着那条信息，恐怕不是，这信号强得有点离谱。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顾星河伸出手指点向了那个界面，屏幕瞬间切换，一个类似聊天群的布局出现，信息流开始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滚动，快速闪现的奇怪文明 ID， 并伴随各种奇特的提示音效。三体边缘观察员，他的头像是一个简笔画的不稳定恒星某螺旋星云物业办，他的头像是个拿着扫帚的卡通星云硅基生命互助会，他的头像是一块闪烁的金石快乐唱歌的水母星人，他的头像是一团发光的律动的半透明生物编号114514维度管理员，他的头像是一串不断变化的几何符号。另外夹杂着几条快速滚过的群聊内容：新人入群请阅读群规，禁止随意投放起点，大规模改变恒星周期等扰邻行为，硅基生命互助会回收二手反物质燃料。九成新私聊快乐唱歌的水母星人。顾星河和林晓看着这光怪陆离、信息量爆炸的屏幕，眼睛同时瞪大。好家伙，宇宙版业主群，这画风跟我想象的严肃宇宙外交不太一样啊。顾星河和林晓大眼瞪小眼，看着屏幕上偶尔飘过几条看不懂的高大上的技术讨论或资源交易信息。顾老师，我们要发言吗？说什么啊？入乡随俗，先打个招呼吧，态度要谦虚，大夏文明初来乍到，第一次进群，各位大佬多多关照。信息发出后，群里原本缓慢滚动的信息流停滞了几秒，一片死寂。尬住了，社死现场延伸到宇宙了。外星大佬，这新来的什么路数？顾老师，他们是不是看不懂我们的表情包？就在顾星河也以为冷场了的时候，群聊突然活了，一份基于你们当前能源水平推测的改良版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稳定构型思路 PDF， 备注：能量易散率预计可降低 47%。针对碳基生物圈的行星生态修复基础建议点 CIP， 备注：治理荒漠化小技巧。卧槽，一上来就发黑科技，这界面里也太硬核了。小技巧。顾星河看着这些硬核红包，摸了摸鼻子，对林晓笑了笑。看来宇宙邻居们还挺热情，咱们也不能白拿东西，得回个礼。但咱的家底得换个思路。他想了想，没有去翻那些复杂的技术文档，反而调出了自己之前为了教学录制的一套量子星舰从入门到组装的动画视频。这个视频用极其通俗易懂的卡通画风，讲解了星舰最基础的核心原理和组装逻辑，甚至还标注了哪些材料可以用土法替代，
一点小心意，我们这儿孩子看的入门教程，希望对某些刚起步的朋友有点用。然后发了出去。群聊再次安静了几秒，随即群公告突然自动刷屏了。新成员大夏文明已上传共享文件，适合低级文明使用的实用技术教程。文件已纳入文明启蒙资源库，可供 LV1级以下文明免费下载。特此通告。顾星河看着公告，眨了眨眼。启蒙资源库，林晓忍不住扑哧一笑。顾老师，咱们好像被官方认证为幼儿教材了。哈哈哈哈！降维打击。我随手发了个育儿动画，结果被宇宙收录了。适合低级文明，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格局打开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国担当。星河科技小镇阳光明媚，充满未来感的建筑与玉树繁花和谐共存。空中几艘流线型的小型量子飞船在低空轨道上安静有序地往返穿梭。地面上一群孩子正在学校的操场上体育课。学校操场一角立着一块不起眼却擦得锃亮的小石碑，上面刻着一行朴素的字：这里是顾星河第一次被春晚直播误闯的院子，愿好奇心永远指引方向。几个刚入学的1年级小朋友正围着石碑听老师讲述那个马年春晚的故事。穿透云层，进入深邃的太空，一艘更加庞大先进的量子星舰正航行在近地轨道上。舷窗边，已经成熟稳重许多的顾星河穿着舒适的便装，正低头俯瞰着脚下那片熟悉的蓝色星球，目光找到了那个已变得繁华的小点石湾。他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流露出一种温暖而复杂的情绪，轻轻说了一句：当年我就想过个年而已，谁知道一个没看住的直播能把路歪到星辰大海来。马年春节，那扇随风晃动吱呀作响的旧院门，门上贴着那副略显俗气却充满希望的春联。上联马年马到成功，下联星河归来仍是打工人，横批恭喜发财。你看，有的人一生只想安安静静造点东西，结果一不小心把整个文明带上了天。